各位朋友，大家好。魏征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啊。大唐贞观时的名臣，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退；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祖师，朕随王一镜矣。可以说呀，把魏征的地位排得非常之高。可是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也算是一句谶语，因为镜子毕竟是易碎品。果然啊，到了贞观17年，也就是魏征去世后不到半年时间，唐太宗李世民就下令推翻了魏征的墓碑，因为上面的碑文是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魏征撰写的。李世民一生中只为2个人撰写过碑文，一个是魏征，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爱妻长孙皇后。不光是推倒了墓碑，而且在魏征病重时，李世民亲口许诺的要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征长子魏书玉这个婚约也被取消了，同时还停止发放魏征的抚恤金。这些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唐太宗的这把魏征镜怎么说碎就碎了？这只君臣共同驾驭的小舟怎么说翻就翻了？这个镜子的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小舟到底是什么材质造的？是纸糊的还是坚木所造？人们常说呀，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这样的峰回路转、风云突变背后的原因到底又是什么呢？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一起说说魏征，以及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共同出演的这出君臣大戏。先跟大家说一说魏征。魏征呢也是名门之后，不过呢到了他这一代已经是家道中落，甚至吃饭都成问题。魏征呢也许是遗传的原因，他从小就酷爱读书，长大以后呢也从没想过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但是总得吃饭呢，于是呢他就做了道士，道号浑玄子，这也就开始了魏征云游四方的生涯。《新唐书》记载说魏征有大志，通贯书术。这句话就很值得玩味。通贯书术，书自不待言，说的是他饱览群书，很有学识。那么术又指的什么呢？另外还有其他的史书记载啊，魏征尤善纵横之术。什么叫纵横之术啊？所谓纵横术啊，就是盛行于春秋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的这种外交的辩解术。擅长纵横之术的人呢，又被称为纵横家，实际上呢，就是那个时期的很多外交家。这些人中呢，代表人物有合纵的代表苏秦，以及连横的代表张仪。据说纵横术的始祖是鬼谷子。这些所谓纵横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基本上都是朝秦暮蜀，反复无常，事无定主，做人做事往往是从利益出发的那么一些实用主义者。那么魏征是不是深通此道呢？咱们慢慢来说。魏宗投靠的第一个主人叫元宝藏，因为魏征的文采好，所以呢就做了元宝藏的书记官。元宝藏和当时势力很大的瓦岗寨的寨主李密关系甚密，他们之间呢经常互通信件，而元宝藏这边发出的信件都是魏征写的。李密当然也知道这些信件不可能是元宝藏的手笔，所以呢，他就跟元宝藏说你寄给我的这些信呢，行文非常的华美，我身边非常缺少这样的人，你能不能把这个人给我？元宝藏呢，当时正是想巴结李密，所以呢，就爽快的答应了。这样，魏征就加入了瓦岗寨。魏征进入瓦岗寨以后呢，马上就给李密提了10条建议，但是自命甚高又是柱国之后的李密根本看不上出身寒微的魏征，所以呢就没把他这些建议当回事儿。后来李密跟王世充2虎相争，一死一伤，受伤的李密最后只好投奔了李渊，那魏征也就跟着去了。到了李渊那里啊，李密都郁郁不得志，就更别提魏征了。魏征啊，想找个机会啊，立个功，刷刷存在感。于是呢，魏征就找到李渊，说徐世绩啊，手握重兵，占据一方，他呢又是我的好朋友，我呢愿意代表您去说服他，让他来归降唐宫。李渊一想，这是好事啊，就派魏征去了。徐世绩就是《隋唐演义》中的徐茂公，但是啊，历史中真实的徐茂公和《隋唐演义》中的徐茂公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隋唐演义中的徐茂公呢，是那种诸葛亮式的人物，是一种谋士。而历史上真实的徐世绩字茂公，他是一个标准的武将身份。徐世绩也是瓦岗寨的人，但是李密降唐的时候呢，并没有带上徐世绩。徐世绩这时候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找个大树投靠的时候呢，魏征就来了。两个人一拍即合，徐世绩呢就决定去投靠李渊。但是这时候很不凑巧，窦建德来了。窦建德派大兵围住了徐世绩所占据的城池，最后还把徐世绩和魏征都给活捉了。窦建德很敬重徐世绩的军事才能，于是呢就扣押了徐世绩的父亲，逼迫着徐世绩为他卖命。那么魏征呢？身无长物的魏征会不会被窦建德一刀斩了呢？恰恰相反，魏征呢竟然成了窦建德的起居舍人。起居舍人这个官虽然不大，但是他是常伴在窦建德左右，可以说是窦建德的心腹。而且能够让魏征做起居舍人，也说明了窦建德对魏征的绝对信任。魏征是如何做到这个位置的，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从结果推算，他能做到这个位置，绝对不会是一两篇美文能够促成的。后来窦建德在虎牢关兵败以后被俘，徐世绩和魏征又回到了李渊那里。李渊对这两个人呢也未加治罪，徐世绩继续做他的武将，而魏征呢被李渊派到了太子李建成的东宫，担任了太子李建成的太子衔马。大家不要搞错，这个职位不是给太子洗马的，这个洗字呢在这里读显，应该是通先字，就是太子马前的意思。这个官职呢实际上是为太子整理那些经典子集那么设的一个官职，实际上呢就是太子的谋士，或者说是有官职有俸禄的门客。顺便说一下这位徐世绩呢就是后来征服高丽国的唐军大将李绩。那么为什么叫李绩呢？这个李姓呢是唐渊册封给他的，以表彰他的勇武。后来到李世民登基以后呢，徐世绩这时候已经叫李世绩了，这个世字又犯了李世民的讳，于是呢这个世字也就不能要了，就改名叫李绩。等于是李渊、李世民这两个皇帝先后登基，导致了徐世绩这三个字中的两个字都被改了，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绩。后来武则天当政的时候呢，又认定李绩谋反，那时候李绩早已经死了，武则天呢还把他的坟墓凿开，算是挫骨扬灰，又命他们家族退还了李姓，又改姓徐。于是又造成后来李绩的孙子徐敬业造反，骆宾王写了一篇讨武檄文，名震天下，这又是一大段故事，咱们以后有机会慢慢再说。魏征在为李建成效力期间呢，不出意外也是很快就得到了李建成的信任，被李建成视为心腹。后来玄武门兵变，李世民杀了李建成，也抓住了魏征。当时李世民特意让人把魏征押过来，他要问魏征一句话，他问魏征：你为何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魏征呢就回答说：太子如果早听我的话，咱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对话了。当时李世民觉得魏征这个人很可爱，这么不怕死，这么敢说，于是呢唐太宗就对魏征说：你来做我的谏议大夫如何？魏征回答：我干，谁不干谁是小狗。那么为什么李世民不杀魏征，反而委以重任呢？其实李世民是有一个通盘的考虑的，而这一切的计划都是源于李世民自己身份的改变。在玄武门兵变之前，李世民只是一个想要夺取皇位的皇子，而兵变之后，他马上就要君临天下了。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登基，但是这也不过是早晚的事情。所以这时候他已经站在皇帝的角度去考虑所有的问题了。李建成太子这边的人马势力，在玄武门兵变之前是李世民的死对头，必须要歼除之。但是到了兵变之后，李建成已经死了，那么这股势力对于李世民来说，如果处理得好，就能为己所用；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李世民的反对势力，进而引起天下大乱。所以收复魏征，李世民一方面是想做给天下人看，看看他是如何的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想做给李建成的残余势力来看，让他们看看像魏征这样的曾经是李建成的心腹，而且还曾经得罪于我，
我都如此的宽宏大量，委以重任，那么你们这些其他的人，你们归顺了，我也一定会既往不咎的。李建成当太子这么多年，他手底下的势力也是非常大的，能人也不少，比如说冯立呀、薛万彻呀，都可以称为一代名将。当然后世我们知道都是尉迟敬德呀、秦叔宝啊、房玄龄、杜如晦呀、褚遂良啊，这些名臣都是李世民秦王府的原班人马。李建成当年手下的那些重臣可能不为人所知，但其实啊，这不过是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李建成当皇帝的话，那么他以前东宫府的那些文臣武将们也一定会名留青史的。李世民收服魏征一个人，也同时收服了李建成的一大票人马。比如说李建成手下的大将薛万彻，当时玄武门兵变的时候，薛万彻可是带着东宫的几千人马围攻玄武门啊。明明知道李建成太子那时候可能已经遇难，但是薛万彻和冯立两位将军还是依然的想去搭救，可见是忠心不二。后来呢，他们又想去围攻秦王府，秦王府的军马呢，那时候都在玄武门，秦王府可以说是非常的空虚。就在秦王府岌岌可危的时候呢，幸亏是尉迟敬德、秦叔宝拿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扔给薛万彻的人马看，这样薛万彻的人马才一哄而散。薛万彻呢，就带着自己的几十名死党去终南山当野人去了。后来李世民收复魏征以后，也派人捎信给正在做野外求生训练的薛万彻，让他回去做官。后来薛万彻呢，也成为李世民手下的一员大将。薛万彻本来就是将门之后，但是有勇无谋。李世民曾经评价他手下的三员大将，说李继、李道宗，就是江夏王李道宗，说这两个人呢，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是说明他们行事稳重。而薛万彻这人呢，不是大胜就是大败，打仗就跟发神经一样。当然后面这句话是后世某个人加上的。李世民后来把自己的妹妹丹阳公主嫁给了薛万彻。说起来啊，还有一则小故事，讲给大家听。李世民曾经跟别人说呀，薛万彻这个人太蠢，没头脑。后来这句话呢，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丹阳公主的耳朵里。丹阳公主对她的哥哥李世民非常的崇拜，听她哥哥说她的丈夫很蠢，自己呢就很生气，不是生她哥哥的气，是觉得她丈夫真的很蠢。于是就好几个月不与薛万彻同席。有的人是说薛万彻很蠢，蠢到不懂男女之事，弄得丹阳公主很郁闷，又不能明说。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有点夸张。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是说丹阳公主怨其蠢，数月不与其同席。李世民听到这事儿以后呢，是哈哈大笑，就说这件事既然是因我而起，那还是由我来解决吧。于是呢，他就请他的那些公主驸马们一起到宫中举行了一次家宴。在家宴中呢，他和薛万彻玩起了握槊的游戏。这个游戏怎么玩我也不大清楚，反正啊，最后李世民是故意输给了薛万彻，让薛万彻觉得很有面子。李世民呢，还对薛万彻说大将军不光是勇武过人，天下无敌，而且智力也是杠杠的。旁边的丹阳公主听到了自己最崇拜的哥哥如此夸奖自己的夫君，心中大喜。回府的时候呢，就特意让薛万彻和他同车共行，夫妻间的这场纠纷由此化解。后来到了高宗时期，薛万彻受房遗爱谋反案的牵累，被判了死刑。房遗爱呢是房玄龄的儿子。这个事情说起来呢，话又长了，不能再展开了。在处斩薛万彻的时候，刽子手可能被薛万彻那种大无畏的气势所震撼了，第一刀砍下去呢，并没有砍准，脑袋没有砍下来。这时候薛万彻就大骂：“笨蛋，你就不能用点力吗？”3刀以后，薛万彻才人头落地。哎呀，不好意思，又跑题了。这个一说起唐朝的事情吧，因为牵扯的人物啊众多，而且呢个个都是有故事的人，所以跑题啊就变得在所难免。大家呢就多多见谅。其实不管大家见谅不见谅，我该跑的时候还是要跑的。李世民收复魏征还有一个目的，是在于他朝堂内部的权力均衡。李世民能得到天下，全靠他秦王府的那些人马，比如说长孙无忌呀、房玄龄、杜如晦，以及武将尉迟敬德、秦叔宝这些人的大力辅佐。但是现在他已经是皇帝了，在朝堂之中，如果一股势力过大的话，那么就会影响整个权力的均衡。
所以李世民需要培植起另外一股势力来与之抗衡，而重用魏征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魏征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背景，而且他又是一个文官，重用魏征呢风险很小，魏征又会对自己非常的忠心。魏征的官职是谏议大夫，但李世民却允许魏征可以参与国家的重大决策，实际上是行使的宰执人员的职能。魏征后来在朝堂上确实也和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他们有很多的分歧，形成了在朝堂上的另外一股力量，这些也都是李世民愿意看到的。另外，再从大的方面讲，长孙无忌他们的势力代表着以前我提到过的关陇集团的势力。李世民登基以后，急于摆脱关陇集团对朝堂的影响，所以呢，他扶植起魏征这样的中原势力，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魏征进入朝堂以后，很快就发现他进入的不光是朝堂，而且还是一个剧组，俗称进组了。这个剧组的庞大的卡司阵容中，还包括另外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谁呢？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剧本的内容呢，就是要塑造出一个君贤臣明的局面。作为君王的李世民虚心纳谏，虚怀若谷，而作为臣子的魏征不为权势，敢于直言。两个人都是为了天下苍生，不计个人的生死荣辱。这部剧里只有好人，没有坏人，一点也不虐，而且是由魏征和李世民两大老戏骨担当出演。就这样，这部双簧剧就在贞观朝隆重上演。在魏征去世之前，这部剧一直高居排行榜榜首，豆瓣评分100多分。这部剧的总导演兼第一主演应该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李世民想扮演一个虚怀若谷、善于纳谏的贤君的话，那么魏征扮演的这个敢于犯言直谏、不怕权势的忠臣的角色，恐怕也就是个群众演员，演不了2分钟就要去领盒饭了。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呢？原因呢很简单，因为李世民在玄武门兵变以后，他首先要修复的是自己的个人形象。毕竟李世民也可以说是德国不正嘛，他杀死自己的大哥李建成、三弟李元吉，又逼迫父亲李渊退位，至少是违背了仁义礼智信忠孝节悌中的孝与悌。逼父亲退位视为不孝，杀兄弑弟视为不悌。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就是说孔家的弟子应该在家行孝，出去呢要跟兄弟之间互相友爱，互相帮助，而悌又是孝的延伸。你与兄弟不睦，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孝。李世民通过玄武门兵变这样的方式上台，实际上呢已经使他的个人形象在天下人面前大大的失分。所以李世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修复自己的个人形象。他也采用了很多手段，比如说贬低他父亲李渊在唐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功绩，说当初的太原起兵也是李世民一力促成的，而把李建成、李元吉他们也都塑造成了酒囊饭袋。李建成呢，不过是因为他是嫡长子才有了太子之位，实际上是德不配位，自己才是理所应当的皇帝人选。而且把玄武门兵变呢也说成是自己的无奈之举，如果他不动手的话，李建成、李元吉他们也很快就要对他下手了，所以他也算是正当防卫。当然了，这些说法呢有的是真，有的是假。比如说李建成、李元吉在之前是不是想除掉李世民，应该是有这些计划的。李世民的军功也非常之大，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江山是李世民带兵打下来的，这点也一点不夸张。但是要是把李渊说成那种庸碌之主，把李建成贬为那种酒囊饭袋，那就与实情不符了。改善自身形象的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让天下人相信他是一个明君，是一个贤君，这样大家就会觉得李世民能够坐在皇位上是理所应当的，是有德者居之。那么慢慢的，人们或许就会忘记了玄武门兵变时的血雨腥风，所以这个形象工程就变得刻不容缓。而李世民呢，很快也发现了魏征的潜力。俗话说红花还要绿叶衬，李世民这朵帝王之花也非常需要魏征这片绿叶来陪衬，而魏征呢也是乐得其所，双方是各取所需。魏征呢是不断的进谏，李世民呢是不断的采纳，到后来魏征是1日3谏，有事儿没事儿都要进谏。当然了，魏征的有些进谏呢还是很有见地的，确实也是有利于民生的，这点呢不可否认。
但是呢，因为他的建议太多，总体的含金量就远不及魏征以后的另外一位谏臣，叫马周的。马周这个人呢，一会儿我还会提及。李世民和魏征两个人都很会演，可以说事先都不用串词，双方都心领神会，各自掌握好各自固定的人设，这场戏就演得熠熠生辉了。朋友们可能会说，我这样说李世民是不是有点贬低他呀？毕竟是一代明君呢。其实啊，大家想一想，皇帝这个职位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作为一代明君，也不是说你能够谨守一般人的道德规范，你就能够成为一个一代明君的。如果以做一个好人的标准来要求一个好皇帝的话，那么这样的皇帝肯定是待不久的。李世民和魏征演这出戏，于国于民于私其实都没有什么害处，他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设想如果李世民的声望特别低，天下都不拥护他，以至于天下大乱，那么于国于民才是非常不好的。中国古代的很多帝王都很会演戏，比如说宋太祖赵匡胤不是也演的惊天地泣鬼神吗？同样是唐太宗，他如果不会演戏的话，又怎么能在贞观之初刚刚登基的时候，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就带兵来犯，李世民单人独骑，就凭着自己卓越的演技，忽悠着颉利可汗这个9线以外的演员罢兵止战。李世民要是没点演技能行。至于魏征呢，他也是乐见其成的。魏征在朝中呢，受到了房玄龄、杜如晦那些原秦王府人员的排挤，而魏征本人以前的名声也不是特别好，也有着启动形象工程的需要。魏征毕竟以前试过6主，从元宝藏、李密、窦建德、李渊、李建成，又到了李世民。以前的5个主人可以说是他跟谁谁垮，所以在中字上就有所欠缺，这也是魏征需要修复的形象。而做一个忠君爱民的直臣征臣，那么对于魏征来说又何乐而不为呢？这场大戏的结果呢，是唐太宗得到了自己贤明君主的形象，而魏征呢也是位极人臣，在凌烟阁24名功臣中，他排位第4，甚至高于房玄龄。而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位李绩，出生入死的打了一辈子仗，在凌烟阁中只排名倒数第2位。李世民和魏征不光合演了这部戏，而且还合作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后来辗转流传到了俄国，被一个叫什么斯坦尼什么什么斯基的人盗版了。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演员的自我修养》。当然了，这番话并不是史料中记载的，是后世的某个人瞎编的。希望这位斯坦尼什么什么斯基在天有灵，不要开着灵车来撞后世的这个人。任何的戏都有落幕的时候，这场戏呢，在贞观17年的时候也终于落幕了。贞观17年，魏征病重，李世民呢在病榻前向魏征许诺，将自己的掌上明珠最小的女儿衡山公主许配给了魏征的嫡长子魏书玉。当年的正月份，魏征去世，李世民非常悲痛，亲自撰写了碑文，而且恩准魏征陪葬高陵。这可以说给了魏征作为一个臣子最高的荣誉。可是啊，好景不长，就在当年的3、4月份，当时的太子李承乾谋反一事案发，大将侯君集和大臣杜正宪受株连，一个被处死，一个被流放。而魏征又曾经是李承乾的太子太师。关于李承乾的谋反案啊，以后会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跟大家聊聊，也请大家到时收看。这时候就有大臣向唐太宗李世民举报说魏征涉嫌结党谋反。唐太宗很生气，但是更让他生气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是李世民后来知道，就是魏征把他所有向李世民进谏的谏文都做了副本，留在了家中，而且后来还把这些副本交给了当时的史官褚遂良。上面呢就是说的魏忠贤哪年哪月哪日向李世民建议什么事情，李世民呢刚开始不从，后来他怎么死谏，最后李世民就听从了，就类似这样的，他都写得非常清楚，条理清晰，可见这些都是他之前早就准备好的，不是他生病以后才开始准备的。李世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的生气，其实这也不怪李世民，本来嘛，大家演好各自的人设，相互抬高，一荣俱荣，挺好的事情。你魏征偏整出这么一出，偏要贬低我李世民而抬高你魏征的形象，所以李世民生气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李世民并不相信魏征会谋反，
魏征和侯君集、杜正宪他们结党是有可能，但他结党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谋反。魏征是离不开李世民的，魏征离开了李世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就是一个领盒饭。这点李世民非常清楚，李世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魏征这种抢戏的行为，而且是通过贬低自己来抢戏，这点是不可原谅的。所以李世民就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而且衡山公主下嫁魏淑玉一事也就从此作罢。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位衡山公主最后会嫁不出去，因为那时候衡山公主不过是9岁。到后来衡山公主又被封为新城公主。新城公主呢，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很有故事。有传说新城公主最后是因家暴而死，开启了皇室子女被家暴的先河。在后世的北宋年代，也有一位皇室人员被媳妇儿家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宋仁宗。其实我觉得新城公主被家暴这个完全是瞎扯，贵为公主的她谁家暴谁还说不定。不好意思，又跑题了。以后呢，我会做一期节目，专门是关于唐朝的这些公主们的。欢迎大家到时收看。后来李世民在征完高句丽回来以后，曾经反思说，如果魏征在世的话，他不会允许我去征高句丽的。于是呢，他又感念魏征的忠诚，又为魏征重新立起了墓碑。但是公主下嫁一事就再也没有提。是李世民真觉得自己冤枉了魏征吗？其实不是，李世民不过是希望这场戏有一个好的安定，这样对于他的形象和魏征的形象都是有所帮助的。继魏征之后，李世民又重用了一位大臣，他也是一名谏官，他叫马周。马周一生也向李世民谏言无数，而且马周的建议相比较魏征而言更加富于建设性。李世民对马周也是非常的恩宠，曾经说过几日不见就思念马周。马周后来得了消渴症，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糖尿病。后来在他去世前夕，他嘱咐家人把他向唐太宗李世民进谏的所有的条陈全部烧毁。家人问何故马周说，我不想像当年春秋时期的管仲和晏子那样，让史官记录下自己向皇帝进言的内容，来博得后世的名声。这样做对皇帝的声名是有损的，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马周死了以后，李世民是甚为怀念，甚至请道人做法，求马周与他在梦中一见。马周与魏征相比，可以说是高下立见。李世民也当然很清楚谁对他是真正的忠心。但是后世的人们大多记得的是魏征。贞观之治似乎也是李世民和魏征君臣二人合作的产物。其实魏征在当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谏臣，他的功绩与当时做宰相的房玄龄、杜如晦他们相比，相去甚远。但是魏征的故事后世是家喻户晓，甚至写进了中学的课本，而房玄龄、杜如晦就少为人知了，更别说那个不求青史留名的马周了。所以说，人生如戏，全凭演技。魏征魏大人可谓是深知其道。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